肌酐正常，肾就安全吗？答案可能藏在别的指标里。我自己是一个常年的慢性肾脏病的患者。我在2008年的时候被确诊，意思就是说2008年以前我肾脏已经受损了。然后呢，确诊了以后呢，它就是持续恶化。医生跟我之间做的事情就是吃一些药，希望能够减缓它恶化的速度。2013年到15年这2年的时间里面，恶化提速了。这个事情如果得不到抑制的话，随时我肾功能就可能衰竭的。它无法预测多长时间会发生，但是它的最终洗肾可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了。对我来说，是人生当中面对的最严肃的一个挑战。各位，我们每一个人有慢性肾脏病的人呢，有的人说肾脏病必须要看肌酐才能够决定肾脏病的好坏，有的人说必须要看尿蛋白，有的人说必须要看肾小球的过滤率。我跟各位说，这几个指标它们有不同的含义。如果你有慢性肾脏病的话，我会告诉你我们如何看这些指标。然后呢，在这些指标的前提下面，我们慢性肾脏病患者究竟在哪里还有机会？我们不用逆袭这2个字，跟我一样按下一个暂停键，让我们的慢性肾脏病不继续恶化，保持稳定，够我们一辈子用，那也就够了。这是我们今天视频主要的目的和内容。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慢性肾脏病的指标，我们对它应该如何去理解。慢性肾脏病是一个结果，各种原因的结果。正常来说，你第一次看到你的肾脏功能有问题的时候，你应该看到的东西是尿蛋白。因为当我们尿液里面出现蛋白质的时候，说明我们肾小球的过滤的那个膜开始有受损了。蛋白质呢，从这个膜里面渗透过去了以后，进到我们的尿液里面去了。那仅仅是那个膜受损，并不是整个肾小球或者是整个肾单位坏死。所以看到尿蛋白其实是我们肾小球受损的一个比较早期的表现。可是肌酐升高是什么意思？血液里面的肌酐如果明显升高，可能提示你的肾小球滤过率在下降，肾脏处理肌酐的能力受影响。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尿蛋白就是我们血液里面的蛋白质，蛋白质的粒子呢，粒径呢很大的，肾小球里面的膜是可以把这些蛋白质兜住的。它因为粒子大，膜就好像你拿一个纱布去过滤，粒子大的东西滤不过这个纱布的。可是如果这个纱布的网格出现损坏了，网格变大了，这个蛋白质就可以渗漏过去了。所以当你看到尿蛋白的时候，就是这个网格受损了以后，尿蛋白渗透过去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肾脏大概有100万到200万个肾小球的。肾小球的损坏是一个一个来的，不是一下子全部的肾小球都坏掉了。你可以相当长的时间看到尿蛋白慢慢的在增加，可是你有可能看到你的血液里面的肌酐并没有上升。那肌酐是什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体的肌肉在活动，肌肉活动了以后代谢出来的一种物质叫做肌酐。它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好坏之分的，因为它粒子非常的小，它的粒子比蛋白质小很多。所以呢，我们的肾小球的那个过滤的膜兜不住它的，很容易就滤掉了。所以正常来讲，只要你肾小球可以让肌酐继续渗漏，那么你的肌酐就不会太高，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里面。所以当肾小球的膜开始出现损伤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尿蛋白升高，这个时候你不会看到肌酐升高，因为肌酐的排泄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所以我们会说尿蛋白是慢性肾脏病的先行指标。道理在这里，什么时候你的肌酐会开始升高？当你可以工作的肾单位逐步减少的时候，整体滤过能力在下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血液里面的肌酐开始变高了。所以肌酐是一个比较晚的指标，尿蛋白是一个比较早的指标，这2者之间有非常不一样的含义的。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大家关注我们自己的肾脏健康的话，关注一下自己的尿蛋白，看到有一点微量的尿蛋白渗漏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开始采取行动了，开始保护你的肾脏了。好了，就以我自己为例呢，我自己的尿蛋白在2008年说发现漏蛋白的时候，24个小时的尿蛋白是 0.75 克，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到了每1000毫升的尿液里面有 3.8 克，而这最后2年它恶化的速度很快。我的肌酐呢，这么多年都保持在100到115之间，没有恶化。至于肾小球过滤率，你要有了肌酐，以肌酐为基础去换算的。所以如果你的肌酐严重升高的时候，透过换算，你的肾小球过滤率就会下降的。我自己本身呢是常年的肌酐并没有升高，仅仅是尿蛋白在升高。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是的，我有部分的肾小球可能已经受损了，
可是呢，我身体排除肌酐的能力呢还是正常的，所以我的肌酐始终没有升高。我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一次活体切片检查，我的肾小球大概有20%呢是彻底坏死了，意思就是我还有80%的肾小球、肾单位呢或多或少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各位，慢性肾脏病显然是不可逆的，已经坏掉了的肾小球是变不回来的，也不可再生的。你说那我们怎么办呢？各位，好在什么？好在我们身体有100万到200万个肾单位啊，我有20%的坏掉了，还有80%呢，我要不要保护它呢？我们能不能够好好的去维护那些还没有坏掉的肾小球呢和肾单位呢？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啊。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可以让我们去好好的保护我们还没有被彻底破坏了的肾小球和肾单位呢？各位，答案很简单的。第一，代谢健康，血糖、胰岛素。我跟各位说，慢性肾脏病人有差不多1半呢跟糖尿病有关呢。所以我们如果不彻底把血糖跟胰岛素的问题处理好，我们要保护剩下来这些肾小球工作是有困难的。我在抖音直播，我在我的视频里面不厌其烦的在教大家精心设计的生酮饮食，非常小心的去设计自己的生酮饮食。我自己是利用这样的生酮饮食，不管从血糖的角度来说，胰岛素抵抗的角度来说，我身体的代谢健康恢复的非常非常好，这个对我肾脏的压力减轻是非常有帮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血压得到了非常好的管理，我的体重下降了100斤，这些全部都是能够降低我肾脏压力，保护我剩下还没有损坏肾小球。除了这些以外，我的饮食里面尽可能的少盐很关键。第二，我尽可能的不吃精加工食品，因为我保护我的肾脏啊。我不知道我吃到的是什么，我吃东西尽可能的是自己在家做，吃比较原始形态的食物，保护自己的肾脏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呢。所以我尽可能的减少去外食。另外一个呢，就是降低身体的慢性炎症至关重要了。我不仅仅是生酮而已，生酮仅仅是改变我身体的能量的供应源头，我身体不依赖葡萄糖提供能量，我身体依赖脂肪提供能量，但同时让我吃的食物尽可能的干净，精炼的植物油、精加工的食用油我是不碰的。然后呢，再配合一些我自己认为适合我的营养补充剂，帮助我的身体恢复、抗氧化、抗衰老，恢复我的慢性炎症，然后再加上生酮之后我的轻断食，我1日1餐，然后我每一个礼拜有一次48小时的断食，进行细胞自食，帮助我身体细胞的恢复。我做了所有这些的事情啊，真正瞄准的就是如何保护我那些没有损坏的肾单位。到今天，我今年8月去跟我的肾脏科的医生坐下来看我的验血报告和验尿报告，我们仅仅就是聊天了，没有太多的话可以说了。最后的医生就是说，一如既往的，你就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半年以后我再见你了，我们聊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了。各位，如果你的慢性肾脏病在第2期或者是在第3期，你完全有希望的按下这个暂停键的。如果你的慢性肾脏病已经到了第4期了，你有可能用相同的方法可以延缓你的慢性肾脏病发展到第5期的末期的时程呢，有可能你会减缓它恶化的速度的。我们保护还没有被彻底破坏、还没有彻底坏死的肾小球和肾单位，这个工作是我们要去做的。所以各位，管理你的体重，管理你的代谢健康，管理你的血压，管理你的饮食，好好的研究一下什么样的营养补充剂是最适合你的，把你身体的慢性炎症管理好，氧化应激管理好，把你的血管健康管理好，对于我们维护我们的肾脏可以提供非常非常高的价值的。